近日，台岛在5月11号试射美制中程空攻导弹 AIM-120 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原本美国又开始对台军售，本就惹人非议，偏偏岛内绿媒还在做危险动作，叫板解放军，宣称在台试射 AIM-120 导弹是经过美国同意的。说实话，岛内这次试射美制空攻导弹，不仅是美国再次挑起台海问题，更是因为这次试射是美军导弹首次在岛内试射，更是首次在没有和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试射。这代表了什么？美军对中国的挑衅程度加剧了。当然，这次试射空攻导弹，美国在2000年9月的开始和岛内达成的协议，向岛内出售 AIM-120 中程空攻导弹。除了2000年的这一次以外，2007年岛内再次向美国购置了200多枚，而这一次岛内则和美国采购了导弹维修售后服务。也就是说，已经部署到岛内的 AIM-120 将会迎来一次大修剪，到时候储存多年的战力将会恢复，也无疑证明了岛内分裂分子依然没有死心，以武拒统。中国虽然一直在强调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岛内问题，和平是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稳步前行，但是奈何因为美国屡屡释放的错误信号，岛内还真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以为在有美国撑腰以后，解放军就不敢动武，只能说还真是天真。就现在岛内绿媒在报道试射 AIM-120 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展示了其战斗力究竟有多弱了。毕竟岛内可清清楚楚地说了，这次是其的第3次试射，也就是说多年来岛内都是依靠模拟器训练的。按照专家的说法，实弹和模拟完全不一样，只有实弹射击才能让飞行员战斗机发挥得更大，单靠模拟训练100遍也只是枉然，所以对此岛内战斗力就根本没有什么威胁。就这样，岛内却依然还要和解放军叫板，真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就连岛内很多网友都能看得清楚，和解放军硬刚是没有好处的。甚至这次台试射 AIM-120 的时候，正值岛内疫情升温之际，岛内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甚至已经宣布提高疫情警戒到第2级。此前国台办明确宣告，统一大事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台独是绝路，以身试法必遭严惩。而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以及国台办的马晓光也都明确表示，以武拒统就是死路一条，解放军有实力有信心维护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所以希望岛内能够洗把冷水脸，好好清醒一下，不要以身试法，真的到了最后一步，那么必不容情。最近解放军透露出对台独分子的制裁，就是最好的证明。不久前，我国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号正式入役，引起外界关注。而除了这艘075舰，沪东船厂还有另外2艘075舰已经下水，等待着入役。海南号的入列表明我国填补两栖攻击舰领域的空白，而至于其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外界尚有争论。像加拿大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的主编平可夫就表示，075舰由于体型过于庞大，很容易被发现，而且由于其主要作用是运输战力，因此没有其他军舰那样的独立防水装置，遭到轰炸很容易沉没。因此平可夫表示，075舰仅适用于台海作战的后期才会使用，当解放军认为能稳操胜券时，需要将大批军队与武器进行登岛，才会派上075舰。目前我国建造了3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按照解放军对台优势而言，其实完全都够用。既然075舰目标太大，仅适用于台海作战，那么为啥我们要在短时间就建造其3艘？并且很多分析人士也表示，075型两栖攻击舰还会继续建造下去。在此之前，我国著名军事专家局座张召忠就表示，075舰的建造成本可能要比一艘054A 护卫舰要更便宜，这为我国大批量建造创造了条件。因此，张召忠表示，我国将会建造20艘075舰。只是如果仅仅用于台海作战的话，很显然造20艘075舰显得有些浪费了。而从张召忠分析来看，真相恐怕绝非如此。张召忠认为，075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单独组建战斗编队或协同航母共同组建编队，以适应远洋作战的要求。不仅是台海作战，对于南海岛礁，甚至需要去其他大洲维护我国权益的时候，075舰都能派上用场。无独有偶，港媒南华早报在近日的文章中也指出，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号的舷号是31，与航母一样都是2位数。而此前中国海军较小的两栖运输舰舷号都是3位数，这说明在解放军部署中，075型两栖攻击舰与航空母舰是平起平坐的。这也表明075舰在中国发展远海舰队计划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平可夫所说的目标太大、防爆能力太差的问题，其实也经不起推敲。在茫茫大海中，再大的舰船也只是沧海一粟。像美军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够大了吧？如果在海上开启静默模式，照样难以找寻。至于防护能力的问题，如今的海战依靠的是科技力量，尤其在大国海战中遵循发现及摧毁的原则，早就不是战列舰时代依靠单舰的护甲论作战能力了。现在海军更多的是对体系的考验，其护卫的编队承担防御主力。再说，美国军舰经常被民船撞得窟窿满身，不照样满世界跑吗？根据外国媒体于5月12号的报道，美军五角大楼非洲司令部的总司令近日向美国发出警告，称中国正在试图建立位于大西洋的军事基地，确保在西非能够拥有一个海军基地。而美国陆战将军更是直接表示，中国海军很快就能拥有在大西洋作战的能力。他们称，中国已经和几个非洲国家联络后，取得了建立海军军事基地的权利。如果中国真能够在西非建立军事基地，那么中国的水面舰艇和潜艇都能在大西洋展开行动了。美国将军认为，如果真的起了军事冲突，这对于美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而美军驻非洲的最高将领也对媒体表示，中国确实有意图在大西洋建设一个可以用来修理军舰的地方。他提到了中国已经拥有的非洲吉布提海外军事基地，表示这个军事基地是没有办法满足中国这个要求的，所以中国可能已经接触非洲西海岸的国家，找到一个可以满足要求的地方。在美军想来，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美军产生威胁，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即便是中国建设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也是为了护航、维和和人道主义的营救目的去的。且这个军事基地不仅是中国海军可以使用，吉布提也是可以使用的。吉布提军事基地建设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非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美军这一次却攀扯提出中国是试图扩张海上军事实力，根本就是把他们自己的龌龊想法强加给中国。目前还没有中国相关的媒体报道中国有意建设大西洋军事基地的消息，但是中国如果真的有意在西非地区建设军事基地，为的肯定也是和平的目的。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日渐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一方面可以保证中国自身的和平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保证和平。美军司令这一次攀扯中国在大西洋建设军事基地，实际上也就是从另一个方面再一次老调重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是中国从来不威胁谁，也不对抗谁，只是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障，一旦其他国家威胁对抗中国，中国也有办法应对而已。而事实就是，即便美国试图渲染这一点，外国人也看得清这一点了。看到新闻的巴西人就没有听信美国人这一套，而是表示的感恩，中国不是敌人。一直以来，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个人行事风格就饱受争议，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经常让人感到迷惑。近日，他又开始胡言乱语抹黑中国，捅了大娄子，引发众怒。目前，巴西疫情依然非常严峻，累计确诊病例已经高达1500万例，紧跟美国和印度之后。而且，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已经检测出110种在巴西境内传播的变异新冠病毒毒株，而变异病毒也导致巴西第二波疫情来得更加汹涌，只能快速接种疫苗遏制疫情。而巴西国内疫苗超90%都来自于中国。有巴西议员表示，中国是巴西抗击疫情的关键伙伴，中巴关系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巴西联邦政府的一些政客不仅不感恩，甚至还对中国口出狂言。据路透社报道，博索纳罗此前曾内涵中国在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并进行化学和细菌战争。而在4月份的时候，巴西官员甚至还妄言中国疫苗不如辉瑞疫苗有效。不过，美国从未向巴西出口疫苗，到现在估计他不会再这么想了，因为连美国都没了自信。接种疫苗后的美国传染病专家感染印度变异病毒死亡。在发现自己的疫苗对变异病毒无效后，美国总统拜登又公开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试图对中国道德绑架，白嫖中国疫苗专利。巴西和加拿大也跟着起哄。就在巴西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在短短2周内，巴西日均接种疫苗数量就从99.5万下降到42.9万。对于巴西疫苗接种率下降，外界分析称，博索纳罗对华不友好言论导致疫苗原材料进口困难。据巴西圣保罗州有关部门表示，由于一批科兴疫苗原材料发货时在中国出口清关环节上延迟，巴西将很快没有可用的生产科兴疫苗原材料。而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将这次延迟归咎为一些政客的外交敌意，认为联邦政府应该为自己对中国的批评而道歉，因为他对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以及疫苗发表了灾难性言论。
近日，多利亚还在和中国驻巴大使杨万明通话时，对联邦政府的不尊重表示歉意，并强调中国是为巴西人的生命提供最大帮助的国家。不过，对于所谓的中国愤怒报复，杨万明指出，是因为生产困难和中国国内需求增加所致。无论是什么原因，中国疫苗需求在国内外暴增，难道非要围着巴西转？无论是谁，都要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负责。而学着美国防疫措施，还学着美国印美元那样大量印刷雷亚尔，催化巴西破产。他的这番言论无非就是为了讨好美国，一味跟着美国走的博索纳罗也将巴西带入了坑里。